你是一个做事的人，还是一个谋局的人？谋局者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棋盘，每一步棋都是谨慎计算的。他们不仅仅追求拥有财富和资源，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些资源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房产、汽车、股票、工资、企业乃至股权都不过是达成更大目标的工具。他们擅长通过投资、转手，甚至是赎回等方式来实现资产的增值，不断提升自己在游戏中的地位，从而操作更多的资源。例如在电影产业，普通观众可能只是单纯的享受观影体验，而谋局者则可能在思考如何通过票房、版权交易等方式获得利益。他们的视角总是超越表面，看到背后的机会和可能。这种思维方式，这种对世界的理解，正是区分做事者和谋局者的关键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，了解自己的定位，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板，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。我们必须看透一个趋势，未来社会的每一种东西都有明确的归属，都有明确的价格，都可以用来买卖，包括人的时间，甚至人的情感。一，每一种东西都有明确的归属，一切物有所属。二，每一种东西都有明确的价格，一起都明码标价。三，每一种东西都可以进行兑换，可以随时随地交易。未来一切价值都可被钱量化，资产可以量化，思维可以量化，生命可以量化，时间可以量化，甚至感情也可以量化，全都是明码标价的。劳动能不能赚钱？当然能，但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做交换的人拿走了，所以劳动人民没有商人挣钱。同样的逻辑，交换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做整合的拿走了，所以做实业没有做金融的挣钱。这就是做事和谋局的区别，维度不同，结果千差万别。做局的过程就是通过对资源的配置和优化，使其发挥出增值效应。举个例子，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碳原子构成，但是由于结构不一样，价值却是天壤之别，重组和整合有时具备魔法一样的魅力。互联网的本质是空间的整合，因为互联网能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。金融的本质是对时间的整合，因为金融可以用空间去换时间。未来你拥有多少资源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整合多少资源。未来看一个人的能量多大，就看他能整合多少资源。想一想诸葛亮的草船借箭，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例子。他没有动用任何兵力，却在一夜之间从敌人那里获取了大量箭矢。这种策略不仅展示了他的智慧，更体现了资源利用的高效性。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也应该学会这种智慧。当面对挑战时，不必总是从零开始，而应考虑如何巧妙利用现有资源。在这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，我们不可能独自完成所有任务，关键在于找到自己的专长，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。通过共享资源和风险，我们可以与他人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，共同追求目标。这种合作模式不仅适用于盟友，甚至可以将竞争对手转化为合作伙伴。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目标意识，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，而不是陷入工具和方法的细节。例如，如果目标是过河，那么是否造船或建桥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找到最有效的方式实现目标。此外，要认识到，虽然短期内可能会牺牲一些利益，但长远来看，这种合作和资源共享将带来更大的回报。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但团队的力量是巨大的。通过集合各方的智慧和能力，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目标，还能创造更大的价值。这就是现代社会合作共赢的精髓，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智慧。对于一个谋局的人来说，要善于看天。什么是天？它是由3个东西构成的。第一是趋势，趋势就是天道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浩浩荡荡，
顺势者昌，逆势者亡。第二是工具，互联网是工具，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5G 大数据等等都是即将改变我们的工具。第三是政策，在中国做企业如果不善于研读政策，就像农民种地不看天气一样。政策就是中国企业的天，天一变，什么都变了。在中国做企业，一定要看天趋势，学会从政策中发掘红利。赚钱的4个境界。第一种是靠劳动，站着赚钱；第二种是靠经营，坐着赚钱；第三种是靠资本，躺着赚钱；第四种是靠系统，睡着赚钱。在商业世界中，谋局者的智慧在于构建和维护系统，这正是大型企业成功的秘诀。这些系统不仅仅是财富的管道，更是维持商业帝国持续运作的基石。例如，比特币的兴起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商业真理：真正赚钱的往往不是参与其中的投机者，而是那些为这个市场提供工具和平台的公司。无论市场涨跌，这些公司始终能从中获利。同样的，在证券市场的历史上，我们很少听说有正规交易所倒闭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参与市场游戏，而是创造了一个系统，让其他人在其中游戏。他们提供了交易的平台、规则和工具，从而确保了自己无论市场如何变化都能持续盈利。因此，作为一个谋局者，关键不在于加入淘金热潮，而在于创建和维护那些使淘金成为可能的系统。他们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利益，而是放在了更远大的目标上，通过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系统来确保长期的收益。这种思维方式使他们能够在商业世界中稳步前行，不断扩张自己的影响力。做一个系统分为4个步骤。1.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。2. 把简单问题数据化。3. 把数据问题程序化。4. 把程序问题体系化。这就是建立一个系统的基本逻辑。具体到行动层面，可以分为下面4步。第一，高瞻远瞩，举其引导趋势。第二，发现价值，组织强大团队。第三，创建产品，构建价格体系。第四，形成系统，生生不息运转。同时，大家还要记住以下4点。1. 做长不做短。2. 做点不做面。3. 做深不做浅。4. 做快不做慢。拥有金山跟银矿，都不如选择一个会持续冒出钱的杯子。真正值得我们羡慕的是搭建系统后的收入。所谓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乍看上去这有点像不劳而获，实际上这需要的是长时间的搭建酝酿，是一种积累之后的爆发，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钱不是挣来的，而是谋来的。会赚钱不如更值钱，赚钱是一时的，值钱才是一世的。做事只能赚钱，做局才能值钱。越埋头做事的人越穷，认知越高，格局越大的人越富有。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企业要想做大做强，老板的认知必须不断地上新台阶。企业每发展到每一个阶段，老板就要匹配相应的认知。100万元的企业就需要有100万元的认知水平，1000万元的企业就需要有1000万元的认知水平，1万元的企业就需要有1万元的认知水平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到底是挣大钱容易还是挣小钱容易呢？我认为挣大钱容易，挣小钱反而难。关键是大钱必须匹配大钱的格局和认知。首先，老板的格局更重要。什么是大格局？
就是更高的维度考虑事情，更高的利益思考事情。当一个人雄心万丈，立志为社会谋福利，为人类开辟新道路的时候，必然事情会越做越大，直到事业匹配自己的雄心为止。其次，老板的认知也很重要。财富的本质就是认知变现，亏钱的本质就是认知有缺陷。你永远赚不到超出认知范围之外的钱，除非你靠运气，但是靠运气赚来的钱往往会靠实力亏掉。中国社会最公平的地方在于，当你的财富和认知不匹配的时候，社会有100种方法收割你。很多企业一旦到了一定规模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，因为强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而弱小总是伴随着天然的问题，比如人性里的各种推诿和勾心斗角，在处理和客观关系的时候会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比如给你付钱10万块的客户，往往是各种鸡毛蒜皮的事都来找你解决，而给你付钱100万的客户，往往只解决某个关键问题就可以了。问题不是在你这里，而是在于客户的格局不同。90%的老板都被困在了具体的事情当中。他们的公司往往不大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生意不大，人和事很多。老板身兼数职，既是董事长，又兼任总经理，挂职业务员，客串着会计出纳，将公司内外的大小事务全抓在自己手里，事必躬亲，亲自上阵，这样他才放心。他们只要一进办公室就被各种事务和人包围，解决问题是第一要务。所有的活一起送过来，赶紧开会，赶紧弄完，永远都有立马需要干的活，永远都有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永远需要开个紧急会议，两眼一睁忙到熄灯。于是他们总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永远都被围困在活下去的阶段，最后锻炼了一身解决各小问题的本领。更有甚者，老板就一忙，员工偷着乐；老板抢事干，员工没事干，最终陷入了越忙越乱，越乱越忙，焦头烂额的境地，每天忙死无头苍蝇，还将忙碌的原因归结给外界，最后老板累死，员工闲死。要知道，凡是大老板，公司虽不见其人，却一直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中；凡是小老板，必定事事身先士卒，时刻拯救公司于水火之中。这种的老板，早晚葬身火海。切记，老板只需做战略层面的事，就是时刻都在谋局，而千万不能陷入具体的事情当中。如果有具体的事非得自己解决，也要记住一个80-20法则。现实中80%的问题、困难是由20%的主要矛盾带来的，老板必须集中自己80%的精力去应对这20%的主要矛盾，这才是老板的做事原则。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就那么1-2件，大多数人的失败是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找到那个应该聚焦的点，一定要找到那个属于你的20%。老板的谋局的重点之一，就是必须懂得如何识人和用人，也就是对人的布局。其实，真正的老板只需干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找人。刘邦说：“论运筹帷幄，我不如张良；论带兵攻城，我不如韩信；论治理国家，我不如萧何。他们3人才是真正的人才，能力都比我强，我能用他们3人，所以才取得天下。”同样的逻辑，刘备手下有5虎上将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，有诸葛亮，这些人都比刘备厉害。刘备虽然只知道哭哭啼啼，但是用了这些人，照样成就了霸业。唯有能识人善用的才是老板，是王者。做老板一定要善于笼络人才，老板一定要用愿景、价值观、人格魅力等去吸引各种人才。未来一个公司最值钱的资源就是自己的人才，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共享，都可以购买，唯有人才是自己的。善不善于识人、发掘人，是衡量一个老板能力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。芸芸众生各有不同，老板要善于从人群中一眼识别出最有潜力的那一个，然后要让这个人为我所用。
老板千万不能无所不能，弄得自己样样都能干，干得都比员工好，甚至让员工跟自己学习，凡事都能给员工做榜样。相反，老板一定要装很无能，就像刘备那样，拼命地给员工加油，鼓励他们干得很好。老板要做的是一个精神领袖，就是在精神上能让大家拧成一股绳，上下同欲者胜。怎么才能做到上下同心？这才是老板需要下功夫的，而不是整天陷入到具体的事物中。第二件事，用人。找人之后就是用人，老板该如何用人呢？其实只要记住这句话：用师者亡，用友者霸，用徒者亡。如果用比自己更厉害的人，就能成为王；如果用和自己差不多的人，就能成为霸主；如果用不如自己的人，就会灭亡。老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因为绝大部分老板都只能招到比自己弱的人。人性如此，我们也习惯于用听话的人，却对那些能力在我们之上的人充满了敬畏感。能找到比自己厉害的人，需要一种大格局和大胸怀，以及人格魅力，否则别人为什么会跟你混？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师和友，并且以师道、友道尊重地对待他们，并且竭力地放低自己的姿态，让他们发挥所长，是做老板的关键。真正的老板都在解决人的问题，二流老板经营产品，一流老板经营人才。谋局需要两种能力，第一种能力是化繁为简，就是能一眼看透本质，并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。第二种能力是化简为繁，就是当找到本质和规律之后，还需要再包装成大家能接纳的产品或服务。化繁为简是智慧，化简为繁是商业。当我们把问题化繁为简，看清真相之后，如果想商业化，还必须把它再化简为繁，制造假象。很多高人拥有化繁为简的能力，却为什么不去这样干？原因只有一个，这样干就赚不到钱。因为大众只愿意为复杂的东西买单，他们更容易被复杂的描述和套路所打动，越是花里胡俏的东西，越能让他们着迷。切记，大众从不想要真相和价值，他们只是渴望被理解，需要情绪安慰，所以千万不要把你认为的价值和真相强加于人，你只需要理解他们目光的狭隘，然后制造故事和传奇，让他们沉迷，你就能大获成功了。这也是每一个企业家、艺术家、政治家必备的本领。先看清真相，化繁为简，再制造幻象，化简为繁，让大众沉迷其中，玩得不亦乐乎，你就成功了。老板一定要是一个谋局者，谋局都是一个跟人性博弈的过程，这种博弈分为4种境界。1. 技术，娴熟的技巧。2. 艺术，讲究的品味。3. 法术，应用好规则。4. 道术，掌握好规律。纵横捭阖，抽丝剥茧，设点控局，洞察人性冷暖，解析大众行为，这一路走来，如果做到游刃有余，可收可发，便抵达了道术的境界。此时万事万物相生相克，生来病死，一切在你心里来去自如。谋局一时的成败都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认知、境界、格局有没有获得提升。只要打开了认知、境界和格局，成功是早晚的，也是必然的。最终我们会发现，人生最强的对手就是你自己。一旦你战胜了自己，如同跳出3界外，不在5行中。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此时的你，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予，大我无我，众生之所求，正是你所舍。1% 的顶层人跟99%的底层人究竟有什么区别？1% 的顶层人喜欢的是哲学，追求的是真相和价值。
99%的底层人喜欢的是鸡汤，追求的是情绪安慰。那么鸡汤和哲学有什么区别？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这句话：女人们，你们都要听好了，无论你现在吃了多少苦，遭受了多少人的背叛，世界总有一天会加倍补偿给你的。这就是典型的鸡汤。这句话就是完全没有逻辑的，也经不起推敲的。凭什么你现在吃苦，世界就一定会补偿给你？这两者没有必然关系。它省去了论证过程，一味地去安抚你的内心，让你得到心理上的安慰，内心的堵塞瞬间得到了释放。但是哲学不一样，虽然是枯燥乏味的，但往往会让你明白很多残忍的真相和底层逻辑。如果你想改变，就得从底层逻辑开始改变，必须付诸于行动，要足够的刻苦和努力。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太艰辛，而且真相也往往太残忍，很多人不敢去面对，没有足够的决心去改变，干脆就知难而退了。哲学立足于世界的客观逻辑，它往往残酷、无情、深奥，需要思考。它以辩证的方式让人了解宇宙的规律和原理，是一种使人聪明、启发智慧的学问。心灵鸡汤是一种语言的艺术，它温暖易懂，朗朗上口，不需要动脑。在人们心情抑郁时，鸡汤能稳定人的情绪，使人的情绪得到释放，获得短暂的心灵慰藉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上各种培训课，因为那些演讲大师很善于调动你的情绪，抚慰你受伤的心灵，所以很多人沉迷其中，反复地去上课。哲学需要经得起严谨的论证和探讨，让人们看到世界的真相，洞察万物的运作规律，帮你形成一眼看到本质的能力。它由于过于真实，往往会戳痛人心，让我们陷入沉思，但是对现实生活有指导意义。鸡汤它不需要有原理和逻辑，当人们在困苦、挫折、失意时，它的价值是能够给予短暂的心理安慰和麻痹，帮我们分泌多巴胺，让我们燃起激情，浑身都是莫名的冲动。哲学的是读的时候晦涩，但是读过之后回味悠长，让人通透甚至顿悟。鸡汤是读的时候特别爽，但是读完之后又陷入了空虚，但是人也容易对这种短暂的刺激上瘾。哲学是难学易用，它使一个人眼光越来越锐利，当他看清了世界和人性的真相，就会不自觉地远离人群，开启背后操控的模式。鸡汤是易学难用，它的门槛很低，不需要深度思考和归纳总结，每个人都可以套用它，都能信手拈来几句，但就是改变不了现状。喝鸡汤起来是毫不费劲的，每个人都能干上几大碗，但是提升认知是需要深度思考的，也是需要直面残忍的现实的，包括自己的无知，很多人根本无法面对，于是就在鸡汤里苟且偷生。鸡汤的最典型代表就是短视频，很多短视频就是在网上搜集各种新鲜概念，再配上激动的音乐和绚丽的画面，不断刺激你，让你热血沸腾，于是你很激动，其实只不过是被他们撩动了情绪而已。纵观人类历史，像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黑格尔、尼采、马克思等大哲学家，其思想就像一座灯塔，熠熠生辉，照亮了人类前行的路。而像很多成功学大师、培训大师早已烟消云散，跑路的跑路，坍塌的坍塌，只留下一地鸡毛。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因为绝大部分人都吃不到鸡肉，所以只能去喝鸡汤。毕竟鸡肉都被那1%的人吃了，这些人吃完鸡肉就把吃剩的骨头熬成鸡汤，给那99%的大众喝。所以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注定只能喝鸡汤，这是合理的，也是必然的。这世界始终被那1%的人拨着走，他们通过深度思考掌控了世界的真相和底层逻辑，从而操控了世界的运转。剩余的99%的人总在生活在鸡汤里，看到的都是各种假象。每次等这些人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又被收割了，世界也全都变了。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，绝大部分人都是笨蛋，不可能掌握真理，
也因此一生都是被别人收割。世界上99%的人就是整天都在想不劳而获，就是喜欢短平快的刺激，就是不爱思考，就是肤浅。而商业的本质就是用这些人性的弱点赚钱。这个世界最残忍的真相，莫过于占比99%的底层人养活了占比1%的顶层人。底层人存在的最大目的，就是充当了社会运转的辅料，是为了帮助顶层人活得更好，实现各种自由。其实，如果底层人真的学会思考了，顶层人会非常焦虑，因为他们的地位随时都会被取代。为此，顶层人制造了大量心灵鸡汤，以及各种情绪安慰的口号，还有像游戏娱乐节目这样的奶头乐，让穷人沉沦。这个方法非常奏效，绝大多数底层人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即便富人把这些真相告诉底层人，底层人能接受吗？绝大部分底层人已经习惯了心灵鸡汤，活在情绪安慰里。他们宁可面对美丽的谎言，也不愿意接受残酷的现实，因此永远都在自欺欺人，掩耳盗铃。有几个穷人真正敢于面对自己的无知，并且彻底摒弃自己的坏习惯和秉性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大多数穷人表面上也想提升认知，其实他们更想要一个快速致富的捷径，想要的是占便宜。而当富人告诉他们大道、真相和本质的时候，穷人还不屑一顾，因为底层人们认为这个不能直接赚到钱是假大空。这就是《道德经》里说的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为道。意思是，顶层人听到大道了，马上去践行；中层人听到大道了，不知是真还是假，需要回去思考一下；而下层人听到大道了，则会哈哈大笑，说这是没用的大道理。请永远记住一句话：你讲的大道，如果不能让傻子听到哈哈大笑，都不是真正的大道。这就造成了顶层人不想惹事的状态，他们宁可自己潇洒的生活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